虽不在内娱，但依然能掀起风浪。说的是范冰冰，她最近很忙，先是去参加亚洲电影大奖，担任最佳男主角颁奖嘉宾，接着又在香港参加慈善晚宴，和刘嘉玲和超琼热聊，所就是所，精修和路人抓拍，几乎没什么两样。大花轻轻松松吊打现在的95小花。最近范冰冰又接受了一个采访，先是聊到少女感的话题。范冰冰说，如果现在还要让我在古装片、偶像剧里去演一个少女，绫罗绸缎，身上插着翅膀，我自己尴尬，观众也会尴尬，这就很容易让人想起章子怡的上阳赋，一出场就是绫罗绸缎，背后一对大翅膀，刚好章子怡在这里面演的就是少女。当然了，像不像少女是另一回事。而说到这，章子怡的粉丝可能不高兴了，因为范冰冰自己被封之前演的也是古装剧《赢天下》，那会她36，剧中一出场饰演的是17岁的八青。大哥不说二哥，两人半斤八两。不过今天的主角不是以上两位，主要是范冰冰和范丞丞。你能想到有一天姐弟俩的粉丝撕到没眼看？原因是范冰冰在采访里提到人情冷暖话题。范冰冰说她比较幸运，在最难过、最迷茫的时候，身边的朋友没有一个人离开她。范冰冰说演艺圈就是这个样子，可能她在10几20年前无意中帮过一个新人，后来这个人做到了很高的职位，他可能帮不了范冰冰，但可以帮助他的弟弟。范冰冰觉得自己在演艺圈人缘蛮好的，朋友们照顾不了他，就照顾他弟弟，加上他弟弟性格好招人喜欢，大家也愿意给他机会，所以他确实没有太去感受所谓的人情冷暖。这一波虽然有自夸的嫌疑，但的确没太大问题。圈内栽倒的艺人不少，但姿势天差地别。文章当年和姚笛被拍后，一大堆媒体人道忧，就是因为他之前太过嚣张。白敬亭上春山事件后，也有不少媒体人说他的翻车是大快人心。范冰冰在大众口碑上，除了被嘲谈星河9亿，其他方面确实没怎么被嘲过，甚至不少人夸范冰冰人挺好，亲切接地气。举个例子，汪涵年轻的时候在湖南经视打杂，什么活都干。当时他扛着摄像机去《还珠格格》剧组，第一次看到范冰冰时，范冰冰就喊他哥哥。从那之后，范冰冰任何时间看到他都叫他汪涵哥哥。后来范冰冰大火，汪涵也慢慢爬了上来，成为湖南台的当家台柱子。有一次汪涵主持《天天向上》，范冰冰去录制，汪涵本以为过去这么久范冰冰会忘了，结果一见面，范冰冰还是亲切喊他哥哥。汪涵蛮感慨，觉得范冰冰无论什么处境没变过，因此就很照顾范冰冰。有时候主办方交代问了一些会让范冰冰尴尬的问题，汪涵会自己给删掉。事与愿违，一直到后面还能如此，确实不容易。原本一段很正常的谈人情冷暖的话，却因为其中的一句他们可能帮不了我，就去帮助我弟弟，捅了范丞丞的粉丝窝。粉丝们很生气，各种花式开骂，说范冰冰有病。范冰冰想要博眼球，就拿弟弟出来，因为范冰冰弟弟还没出生就被网暴，说范丞丞高位出道是靠的自己，说范冰冰在嫉妒范丞丞，因为范冰冰出道10几年的电影票房实际，范丞丞只用5年就赶上了，还说范冰冰影响范丞丞考公了，诸如此类等等等等。不仅否认了范冰冰拉扯弟弟的功劳，甚至要踩一脚范冰冰，就蛮让人无语。也不知道粉丝是在骂范丞丞还是在骂粉丝自己。给大家细细聊一下，范冰冰是81年的，范丞丞是00年的，姐弟俩相差19岁。当年范冰冰妈妈怀上范丞丞时，原本准备打掉，一是年纪大了，二是超生。后范冰冰劝妈妈留下来，她觉得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，都是父母老来得子的幸福。况且她因为工作原因，没办法长时间陪着爸爸妈妈。范丞丞出生时，范冰冰依靠着《还珠格格》火了。到了00几年，开始出来一个传闻，说范丞丞是范冰冰的私生子，甚至连男方是谁都传得有鼻子有眼。但看一下范冰冰那几年的行程，压根不可能。后来随着范丞丞越长越大，和爸爸越长越像，传言慢慢消失。有一个顶级大明星姐姐，放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幸福的，最起码首先在物质上远超普通人。范丞丞自小就读于北京市私立汇家学校，
集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为一体的贵族学校，一年学费15万起步。15岁时，范丞丞去美国留学，但高中没念完，16岁回国进了乐华娱乐。不是歧视学历低的人，只是想问，以范丞丞的学历如何考公？2017年底，范丞丞准备出道，当时范冰冰不管是正面、侧面还是无形中都助力很多。宣传中，前缀是范冰冰弟弟。范丞丞开通微博后，范冰冰和李晨第一时间为他摇旗呐喊。为了弟弟，范冰冰微博头像也换了。参加比赛过程中，范丞丞还给范冰冰打过电话，连范冰冰的粉丝都帮助过范丞丞。最终在偶练中，范丞丞以第3名出道，粉丝很骄傲，说这难道是范冰冰粉丝打头的，还不是要靠范丞丞自己的能力？这话就多少没良心。很简单，对于一个艺人而言，有关注度肯定比没关注度好。籍籍无名的素人要靠着自己一路杀出来。范丞丞的姐姐已经在前面把口子给他开好了。试问哪个想出道的人不想要这样的姐姐？2018年4月，范丞丞出道，2个月后他就上了时尚 Cosmo， 连动作都是和范冰冰同款。而当时和他一起上杂志的是韩庚、张艺兴。到2018年10月，因为偷税漏税事件，范冰冰成了范9亿。对于这件事，范丞丞粉丝一直很恼火，认为范冰冰拖累了范丞丞。但有句话叫瘦死的骆驼比马大，粉丝可能压根没比较过范丞丞的资源和同组合其他成员的资源。偶练第1季出道的有蔡徐坤、陈立农、范丞丞、Justin、黄明昊、林彦俊、朱正廷、王子异、小鬼、尤长靖，一共9人。估计大家最熟的是蔡徐坤和范丞丞，其中范丞丞的资源是最牛掰的。综艺方面，他有《青春环游记》、做家务的男人、令人心动的 offer 等等等等。当然，这和他自身松弛没包袱脱不开关系。影视时尚上的资源，那就的的确确要超越同班人，相当于娱乐圈的第2个陈飞宇。男频、耽改、悬疑、青春、惊悚、喜剧等不同类型，范丞丞都演过。时尚杂志封面，范丞丞也登过，其中很多弯弯绕绕都脱不开范冰冰的关系网。范丞丞的经纪人叫老缺先生，是范冰冰团队的。范冰冰团队的张心凌负责时尚资源板块，也发了不少范丞丞。再来看范丞丞演过的电影电视剧。2019年4月，范丞丞主演男频《淋浴》扑了。2020年和王安宇主演耽改《左肩有你》逊了。这部剧的出品方是功夫影业，公司大老板是陈国富。之前范冰冰复出晚宴，冯小刚、王中磊、顾长卫、张国立、陈国富都去了，因为都和华谊有关。还有悬疑剧《致命愿望》、悬疑电影《门锁》，主演是白百合、白客和范丞丞，票房2.4亿。范丞丞自己首次担任男主，主演过《了不起的夜晚》。这部电影的制片人是陈立志，而陈立志是范冰冰好友。今年是范丞丞事业进展比较明显的一年，和杨紫合作的《要99爱》播出，相比较以往的扑有了点水花。出演的《飞驰人生2》也上映了，票房破33亿。一朝暴富，粉丝就容易翘屁股，以为范丞丞牛的不得了，不仅全靠自己，还超越姐姐范冰冰，真的很暴露八卦知识的短缺。范冰冰虽然被叫谈星，但能挤进大花之列，靠的不是红毯、百花、金鸡、华鼎、金马、东京电影节最佳女主和女配都拿过。姐弟俩比影视上的成就其实没什么意思，毕竟不是一个赛道。大花和大花比，爱豆和爱豆比，分开看各自都是成功的。关键是一家人的粉丝何必要撕成这个样子？都说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范冰冰因为税务问题，曾经确实带来不好的影响，但对于弟弟，他不管是风光还是落寞时都尽力拉扯。做人不能用人朝前，不用人朝后，那不仅自私，还很丑陋。再者，人家是姐弟俩，开裆裤都看过，你们粉丝又算什么？